欢迎收看《非诚勿扰青春季》，有请主持人孟非。欢迎大家，欢迎黄澜老师、陈明老师。《非诚勿扰》由港荣蒸蛋糕特约播出。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看《非诚勿扰》和自己人喝光良酒。《非诚勿扰》由国民自用酒光良酒赞助播出。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非诚勿扰》有好事发生官银鹭花生牛奶指定播出。我们的奖励规定是，男女嘉宾牵手成功之后，都将获得由港荣蒸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上父母牵线，帮孩子寻觅一段好姻缘。海量优质资源，真实相亲平台，超1000万用户信赖。父母牵线，中国家长的放心之选。想要征婚、相亲、交友，或者想到现场参与节目录制的观众，都可以通过下载爱荔枝 APP 搜索“非诚勿扰”报名，也可以通过父母牵线小程序，或者发送邮件到非诚勿扰官方邮箱 fcwr@gstv.com 报名参加节目，还可以拨打江苏卫视幸福热线025960088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幸福生活，智享未来。下载爱荔枝客户端，追更《非诚勿扰》，还有海量节目内容和丰富互动玩法等你探索。爱荔枝客户端《非诚勿扰》专区已经火热上线，一站式集成了节目精彩内容、线上报名通道和丰富互动玩法，还有数值人小林在线分享爱情攻略。《非诚勿扰》腾讯视频全网独播，每周日晚21点，会员抢先看；每周二、周四上午11点到12点，《非诚勿扰》都将在抖音、视频号、爱荔枝、微博4大平台准时同步直播，期待您的加入。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女大学生。有请长沙师范学院张淑晶、中国传媒大学陈怡维。有请广东海洋大学王诗怡、武汉纺织大学何思琪。有请四川师范大学陈玉溪、浙江传媒学院张清宇。有请渤海大学胡亚妮、西交利物浦大学傅亚宁。有请齐鲁工业大学王君怡、南京农业大学田心。有请暨南大学张穗、四川大学吴月轩。有请聊城大学吴梦娇、北京理工大学林爱锦。有请华中农业大学武明星、北京体育大学李雪。有请宁波大学夏静璇、南昌大学焦婉迪。有请哈尔滨师范大学石小轩、南京艺术学院史萌。有请厦门南洋职业学院李佳妮、西南大学王树涵。有请上海理工大学段锦怡、南京农业大学陆雨花。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欢迎小林同学。大家好，我是小林。校园的美好不止于书本，还有甜甜的恋爱。勇敢一点，你就能遇到合拍的那个他。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老师们好，女同学们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谢传，今年24岁，来自复旦大学。本嘉宾由爱荔枝推荐，您是哪里人？我是浙江温州人。浙江人，在复旦念书。好，我们来选心动女生。哎哎哎哎哎哎！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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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小哥哥，小哥，小哥，哎！哇哦！太好了。
我的天哪！这么着急吗？我做梦也没想到急性子。我一开始以为他没明白，结果他是看到这儿就不往后看了。是不是他早就看好了？我觉得。对，我还想过去拉他的，你说一下，你什么情况？后面还没播完你就直奔那去了，怎么回事？因为我想我的选择很坚定，我的选择很坚定。年轻人，哎呀！哇，你看武明星笑得好甜啊！武明星，你是怎么可以跳这么稳的？就是这么久就动了一下就。其实我现在挺紧张的，也很开心。你说说你怎么开心了？其实我没想到男生会选我，但是他刚朝这个方向走的时候，我以为他要走到前面，结果到我这他就突然停住了。然后我当时我也其实有一点期待，然后没想到他真的给我了。年轻人着急。现在女孩不是老喜欢说那句话吗？坚定的选择，很舒服，很愉快啊。小林，智推是谁啊？谢传的智推女生是23号女生段锦怡，23岁，是上海理工大学研一的学生。女生性格温柔有主见，敢想敢做。感情中，她看重内在契合与沟通，尤其是在兴趣爱好上和男生的共鸣，为这段关系增添了浪漫的底色。23号，你是什么专业的呀？我是食品工程。哎，武明星也是种小土豆的吧？我觉得。是的，我是农业与种业，然后我是种马铃薯的。港蓉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初体验。看看男生的高光碎片。之所以选取日出日落作为我的高光碎片，是因为我在生活当中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去追寻这些治愈的这样一个人。就其实我觉得在大自然中很多的这样一些治愈的瞬间，它可能不需要我们刻意的去通过金钱也好，通过一些别的方式也好去获得，可能往往自然赋予我们的它就是最美好的。那你第一次拍到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会爱上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算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这样一个小事情。就我觉得我在生活中可能也算是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人，然后我就喜欢去发掘这样一些身边有仪式感的小事，日出日落就算一件。女生有没有要分享一下你们对日出和日落感觉有没有什么区别？2号。我也是经常去看日落的，因为我是在哈尔滨上学，然后等到下午下完课之后，我就会和朋友一起去索菲亚或者中央大街那边，会走到松花江，边看海鸥飞，然后边看日落下去，感觉非常治愈。生活在黑龙江，你要生活在漠河，漠河那边朋友跟我们说，我们那个地方的纬度太高了，快到北极圈了，我们那个地方的日出日落简直很变态，我们经常喝完酒第一顿，然后一高兴再去喝第2顿，再打一会儿牌，天就亮了。18号，我看的比较多的也是日落，因为日出首先真是有点太难起来了。然后看日落的话，我就喜欢在学校，一般那个时候我都会刚下课，然后走过学校的大道，就能看到那个太阳落下去的方向，就特别好看。想到有一句话叫做“愿你的生命中有足够多的云翳来促成一段美丽的黄昏”。然后我觉得每天的生活有这样的黄昏是很美好的。1号。我平常也比较喜欢看日出日落，然后我有2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凌晨4点多，和舍友2个人都没有睡觉，然后但是学校大门又已经关着了，我们是从小门出去了。然后还有一次的话，打车走在路上看到特别美的晚霞日落，然后那个司机就人也很好，他就说你这么喜欢的话，你要不要下来拍个照片？然后我就很开心的下去跑了一段路，然后去把那一刻最美的时候记录下来，然后又回车上了。对。大概司机师傅那会儿也没有什么生意，你带个小美女，再给你拍会儿呗。好，我们来看第1条片子。我叫谢传，24岁，研2，现在就读于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本科我学的是建筑，建筑教会我一座楼怎样才能稳稳站立，而马克思的理论让我思考，一个人该怎样清醒而自由地站立于世界。
我的 MBTI 是 INFJ， 生活里我很规律，每周我都会提前做好下一周的安排。图书馆、健身房，几乎是我最常出现的2个地方。我喜欢把每一天都过得清清楚楚。我更加珍惜那些不为了完成任务的时刻。我很喜欢慢慢地欣赏铁路沿线的风景，特意坐了上海到拉萨的绿皮火车，全程48小时，还特意打印了票根来收藏。我想，有些人旅行是为了抵达，而我旅行很多时候只是为了等一束光。我特别喜欢追日出，看日落。每到一个地方，我还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寄明信片。不是随便写2句，而是认认真真写满1整页。我的笔友来自很多地方，北京、广西、台湾，甚至俄罗斯和匈牙利。当我拿起它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奇妙的宿命感，像是捡起了遗落在时间里的缘分。在复旦，校训时上刻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但我更喜欢那句流传更广的民间校训：“自由而无用”。我很喜欢待在教学楼前的大草坪上晒太阳、看看书，或者只是发呆。最近鲜花季，我买了很多鲜花，悄悄放在草坪这儿，也放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再在社交媒体上留下一句话：“这束花在这里，有缘人可以取走。”某个普通的下午，有人在转角遇见一束花，遇见一点毫无预告的好心情，这就是我心里最浪漫的自由而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句话：没有脱离偶然的必然。我理解的爱情就很像这种感觉。偶然鞋带散了，我自然蹲下帮你系上。偶然阳光很好，你笑起来很好看，我偷偷记在心里。我必然爱你，却不是用盛大的宣言来证明，而是通过一个个细碎温柔的偶然，一点一点呈现出来。这就是我眼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浪漫，也是我向往的爱情。最近，绿皮车意外翻红，有好多线路又开通了绿皮车，很多网友选择绿皮车。就有人说：“哎，现在有高铁啊，3到4个小时就能到，绿皮车可能要1整天哦。”网友回答非常好：“他都不嫌我穷，我就不嫌他慢。”21号。同学你好，我想分享一下我刚上大学的时候一些经历。我回家的时候都是坐绿皮火车，我记得那个时候从南京到盐城的火车票是77.5块，然后高铁票要100-200，高铁票两个小时就能到。绿皮火车是3个半小时，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坐绿皮火车。我觉得绿皮火车有一种很空旷的感觉，很舒服的感觉，然后车厢里摇摇晃晃的。在快到家的时候，车厢里就会响起熟悉的盐城话。张穗，男同学你好，从 VCR 里能看出来你是一个比较浪漫主义的一个男孩子，想问一下，这是否是你从建筑专业转到马克思主义专业的一个原因呢？确实是一个转向的原因。那么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 MBTI 经过了一个转换，就是原来是 INTJ，然后后面现在已经转变成了 INFJ， 整个人变得感性了很多。这个专业跨的确实没想到。其实还是非常感谢我的高中化学老师的启发。因为其实最早我是在高3的时候化学竞赛失利，我的化学老师他就给我分享了一本书，就说谢传，你要是觉得焦虑，你就去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吧。对，就把高考想象成一场战争，怎么去打好这样一场战争。那么也是以此为契机，我开始阅读更多的毛主席的著作，也开始阅读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著作。但是你大学本科，但是没有进入马克思专业，对吗？对，因为我是一个理科生，专业限制上的问题，所以决定本科到研究生升学阶段，我就决定我不再妥协，我一定要去追寻我自己最热爱的东西。哦，就他高中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然后本科4年，最后研究生又回来了。如果像我这样的人有机会重新填一次志愿的话，我一定会填2个字：随意。你们贵校哪里没招满，你就把我送到那儿去。有这个词儿，调剂。10号。因为你本科不是学习的建筑方面的嘛，然后后面读研学马克思，想了解一下这2个不同
方向的这种思维体系，会不会对你产生什么不同的影响？对，好，谢谢你的提问。从理工科转到文科，我觉得，在2个方面都塑造了我。一方面，理工科的学习给了我更加严谨、科学的分析的思维范式；那么学习文科又给了我更多的人文关怀，让我更多的去关注具体的个人，那么他的所思所想。台上的女生想问一下，如果你们重新选一下专业的话，你们的专业选择的第一顺位会改变吗？24号。你如果重新选，还会选重乐器吗？就我当时高考填志愿的时候，这个农种专业其实是我的倒数第2个志愿意向。被调剂过去的？对。然后如果让我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这个专业，因为这个专业其实让我学到很多。大家一听到农种这个专业，可能会觉得就是下地干活、体力劳动，但其实我们那个专业的核心会进行一些新品种的筛选啊，这个是对我们未来的农学上面是有一定帮助的。当然。2号，你会选画画吗？对，我是学的画画，但是我高中的时候是学的理科，我也是理科生。然后因为更喜欢美术，所以我最后还是决定在本科以及研究生继续学习美术。但是我觉得理科思维也给我带来了很多思维上的影响，也是都是非常受用的。你刚才说复旦大学的那个民间校训，好像那个官方校训不是这么说的。对，我们的官方校训一直就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民间校训我觉得流传的更广，叫自由而无用。其实最早是我们的校园 BBS 论坛上，然后当时就有人发帖说，如果你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学生，他哼着歌跳着走，那他大概率是复旦的。然后当时就有人用自由无用这样一组标签来形容复旦的这样一个精神状态。然后后来是在2013年一个毕业典礼上，然后当时的校长他致辞的时候就说，希望每一个复旦人都有一颗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这里的无用就是去摆脱对功利和实用的过度追求，然后去更多的去思考理性、人生还有未来。这个做点自由无用的事儿，比如说写明信片是吧？对的对的。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给阿妈的情书，然后这边就涉及到很多设计信件的事情。然后其实最开始我写明信片只是我单向的，到一个新的地方旅游，我给我自己，然后给朋友去寄。那么后面我想，哎呀，只有我给别人寄，好像也没有什么人给我寄。然后当时我就在小红书上发了一个帖子，说，我要寻找笔友，然后大家互相的寄明信片。然后那个帖子反响很好，然后就也遇见了很多这个朋友，比如说有台湾、广西、云南，然后甚至还有外国俄罗斯的一些朋友。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也就给我的心动女生写了一封这个明信片。哎呀，要不我们可以让心动女生。我明星念什么？来，你坐过去。哎呀。吴明星一看繁体字，完了，无木为民，展信安。为惜君民与殷勤，然知君怀一腔孤勇。登台寻爱，此心灼灼，殊为可贵。人海茫茫，愿以此缘此遇，共携良缘佳活。良缘佳话。大活儿也没毛病啊，挺好挺好。来，你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吧。我真的还挺感动的，说实话。我没想到，就是他还会给我专门带来一封信。人家专门就是奔着你来的，你看人家都不往后看，就直接就奔你去，就选你了，还给你写封这个玩意儿。哎，吴明星，你以前收到过情书吗？就是写在纸上的情书。没有。所以我觉得。他是你的第一次。对，是的。你们女生有拿纸笔写过信吗？最近？15号。
就是我有寄明信片的习惯，尤其是我每旅行到一个城市，我就是可能会给我妈妈写。为什么给妈妈写呢？因为我一直不能理解母亲对孩子的牵挂。但是前几年我玩了一个游戏，里面我养了一个小蛙，它一去一个地方，它就会给我寄回来特产和明信片，然后我就很欣喜。虽然我不是一个母亲，我也没有孩子，我不知道母亲对孩子的牵挂是怎样的，但是我能明确的知道我是开心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去旅行的话，给我妈寄特产和给我妈寄明信片，她应该也会像养了一只小青蛙一样开心。所以我就是近期旅行也都是会去一些地方，然后买一张当地的文创的明信片，然后写一些平常不敢对我妈说的话，给她寄回去。对，虽然时代发展这么快了，通讯那么便捷了，我们偶尔再重拾一下多少年以前的那种方式，会带给我们非常不一样的体验感。11号。其实就是在我初中的时候，当时 QQ 有一个看点，然后当时我就是喜欢看一本小说，就在看点里发表了意见，然后正好我遇到了一个就是书友，他也喜欢看这本书，然后我就给他寄就是这个书的实体书，还有外翻，然后包括给他写信，然后我们一直都有交流。他是湖南人，正好我考到了湖南的大学，我们就面基了。然后当然她是个女生，就是我跟她见面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冲破次元的感觉，就是我们已经认识7、8年了，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却是对彼此很重要的朋友。18号。我想分享一下我一个印象很深的书信经历，就是我在成人典礼的时候，我爸爸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有好几页。爸爸的字也写得漂亮。哎，字写的也好看。在那个信里面有很多关于我爸爸平时不好意思跟我说的话，我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一点关于积极心态的一个建议吧。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的，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然后最后的最后，也是引用了一句名人名言，就是年轻人就像8、9点钟的太阳，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终究是你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常怀着希望。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书信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我之后也会一直在继续写的。那句话好像也是毛主席说的。对对对。好感动。书信文字会带给我们这种力量。我回忆起我在上中学的时候，中学课本语文课本里边一定会有的一篇，与妻书，林觉民的，烈士，黄花岗的烈士，他给他妻子写的最后一封信，那个开头的那一句，我到现在都记得，意映卿卿如晤。哎呀，我当时一看这个开头，一辈子忘不了。一烈士最后知道自己不可能活着回来了，给自己妻子写的那封信，情深意切，印象很深。我在想，这个《阿妈的情书》上映以后，全国邮政系统明信片的寄送量是不是会短期会上升一下？大家都会被这种方式所打动，哎，也尝试着，我也给我喜欢的人写一张。那个电影就会记得一句话，叫做“从前车马慢，一生只爱一个人”。所以那个绿皮火车再配上书信，你又会回到了一个一生只爱一个人的慢节奏。是我刚看也很感慨，就曾经那个时代，远方的信息是那么的珍贵。所以这些符号凝结而成远方的信息。今天我们进入一个信息社会，信息爆炸了、廉价了、通货膨胀了，每天无数的信息看不过来了。然后，但是这些笔记它不仅是信息，它还是时间的痕迹，因为只有那张纸和那个笔记可以一下把你拉到那个时代。真情最后还是纸笔，还是墨。哎，是不是说男生今天还有一个小设计是吗？对的，对的。因为刚刚我的 VCR 里也提到了，我平时会喜欢在学校里送花嘛。那么今天除了给我的心动女生准备了一束雏菊，也给台上各位女同学们准备了一束向日葵，就在各位的台子下面。哇，在各位台子下面。女生都是向日葵。哇。那个心动女生是什么？我也是向日葵。只有心动女生是菊花。雏菊 ，Daisy， 雏菊，菊花。老师，雏菊是不是菊花？心动女生送雏菊，是因为雏菊的花语代表浪漫的开始。哇！我告诉你，他在武明信社真是
你看花的这个心思，我的天哪！明星已经被浪漫懵了，就没有被这样过是吗？我看他到最后要没给他留的，我不会放过你的。看下一条。大学生体验《非诚勿扰》，真有男大给你选。这次来到《非诚勿扰》，是研究生室友帮我报的名。对一个 I 人来说，从0到1，有时候真的需要一点被命运轻轻推一下的勇气。青春里的那段感情也是这样的一次推波助澜。本科时，室友悄悄把我的信息发到了表白墙上，于是很多陌生的头像闯进了我的微信。原本以为只是短暂的热闹，没想到和其中一个女生越聊越投缘，从一句句日常，慢慢走进了彼此的生活。我也开启了我的初恋，只是年轻的爱，有时浓烈，也很笨拙。从最开始的1个月，我们就经常吵架。有次小组讨论结束，他一直追问我和哪个女生多说了话。后来矛盾升级，他就把我手机里所有的异性都删了，连我同龄的姑姑都没放过。我们在喜欢里没有学会信任，很多矛盾因为没沟通好，只是靠我暂时让步，暂时搁置，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到大3时，我决定跨考文科，但理工出身的他特别反对，甚至有点学科鄙视链的想法，觉得学文科没出息。但我觉得比起物质选择，自己的热爱更加重要。最后我们和平分了手，也删了好友，没再联系。现在我更希望能遇到和我一样偏感性、懂浪漫的人。我特别喜欢王子球雪夜访戴的故事，诚心而去，心境而返，不执着于结果，只享受过程。我也向往这样的相处模式，不用刻意追求什么，能一起享受当下的美好，相信缘分自有它抵达的方式。前女友连姑姑都没有放过，是有她的道理的。小龙女就是杨过的姑姑。16号。男同学，你是一个 I 人，然后我想问，就是你要是想找女朋友的话，会偏向跟你性格相似的一点，还是说性格开朗、艺人一点的那种呢？好，谢谢你的提问。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所以我觉得缘分到了，可能不管对方是 I 是 E， 只要我们能够彼此契合，彼此有这样一种感觉，我觉得就可以了。14号。男生你好，因为我感觉你是一个特别文艺的人，然后我觉得如果说你未来的女朋友她是一个特别接地气，然后没有什么浪漫细胞的这么一个人的话，你怎么去和她相处呢？你会介意这个吗？哦，谢谢。其实不会，我觉得，就和做饭一样，一个人会做饭，一个人会品尝美食就够了。对方的话，只要能读懂我的浪漫就够了，不一定也要和我一样。13号。我想问，就是笔友相处久了之后会容易产生好感，你当时有对笔友心动过吗？我的大部分笔友其实甚至不知道对方的性别，可能对方是一个某某，然后顶着一个默认的头像，我也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对，那么我寄明信片，其实我更多的不会是固定的给某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寄，我都是比如说我到了海南，我想我能不能给最北方漠河的笔友寄明信片？比如我到了西北的戈壁。在这个敦煌，我想我能不能给江南水乡的朋友寄？对，所以我的寄信的过程更多的是比较随缘随性的过程。15号。我想请问，假如说你和你的女朋友进行了一番争吵，那你选择解决这个争吵的下意识的选择是先安抚情绪，还是先解决问题？好，谢谢你的提问。你不用每次都这么客气，说一次就可以了。答辩感觉。好的，好，我觉得，从我第一次恋爱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要区分2类争吵。第一类是情绪化的争吵，那可能因为我疏忽了一些问题做得不到位，那么这样子的情绪化的争吵，我会用情绪化的手段去解决。但是如果另一方面也会存在一些价值观上的争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会需要去划清界限，然后大家相互契合，然后更找到这种平衡的点。谢谢。我觉得好像谈恋爱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我觉得要吵架都是因为小事儿，
真的特别大的事儿，反倒不用吵了。就是涉及到价值观、做人底线的原则问题，你发现都不是一类人的话，那还吵什么呢？那真的就不能在一起了。小事儿就你这句话说的我不开心了，你迟到了，你上次跟那个谁谁谁背后说了什么，你没有考虑我的感受，就是为这些事儿吵架吧。吵本来也是一种沟通嘛。最后一个问题，我明星。梁同学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说你比起物质，你比较追求精神上的一个满足。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的另一半他其实对物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需求，比如说他很喜欢在节日的时候准备一些仪式感，或者平时准备一些小惊喜，这种你会觉得是比较物质吗？不会，因为我刚刚好像有提到过，我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人。我对仪式感的看法，其实在于，我觉得仪式感并不仅仅是某些特殊时间节点的产物，它可以就融入我们的日常。比如说，你无意间提起的某一个喜好，我会记在心里，然后等到一个特殊的节点，偷偷的，哎，我们今天去某某地方吧，然后到了再告诉你。谢谢。最后留灯的是1号、2号、15号，上去灭掉一盏灯回来。有请1号、2号。有请4号。他喜欢的风格，你看，一毛一样。来，我们看3个女生的基本资料。石小轩，国画少女，间歇性社牛，心中的他。心中的他。对于感情，心里始终描绘着理想中那个人的模样，不将就，不妥协，偏爱真诚坦荡、情绪稳定的男生，希望对方温柔靠谱、有担当，相处轻松自在，彼此尊重。愿意满腔热诚等待那个能与灵魂共振的人开启一场双向奔赴的恋爱。5明星快乐制造机，粘人小调皮，心动捕捉员，粘人小调皮。平时有点小闹腾，爱撒娇，但只对喜欢的人这样，对外人超懂事，对内超宠溺。李佳妮，搭讪大师，通通不要我的自由畅想。我的自由畅想。嗨，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大3学生。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我们一边怀揣着梦想，一边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我非常热爱我的专业，因此我从未停下实践的脚步。课余时间，我会兼职平面模特，并且主动参与各类行业相关活动。另外呢，于我而言，我喜欢小动物，所以陪伴小狗对于我来说是人生非常幸福的时刻。另外，我也会在闲暇时唱歌放空，和好朋友们一起去品味美食，偶尔的出行，这便是我生活里最美好的温柔慰藉。好吧，这是我的另一面。抽象的我，不被单一的标签定义，但是最有活人感、独一无二的我。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如果我们一起散步，你希望终点是哪里？哇！我觉得终点可以是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去到不同的城市，一起去散步。走遍天涯。我觉得就是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就是可能2个人，突然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停下来，然后2个人就停在这里。我觉得散步的终点应该是吃夜宵吧，就找一家街边的酒馆或者是一个烧烤店，然后吃路边摊。你的答案是？只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可以不需要终点。就
就是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只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可以不需要终点。哎呀，还得是诗人呢。哎呀，看一看五明星有没有留灯。哇哦！太棒了，这就对了，被浪漫晕了已经，这人都麻了，我看他。哎，但是也依然有3个选择，我感觉。对，3个女生，你选谁？直接过去。5明星，5 stars。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由港荣蒸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男生他一上来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有一点点会期待他会不会选我当心动女神。然后当时朝我这里停下来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是非常震惊，然后又很开心的。到后来他又单独的送了我一束这个小雏菊，我真的很喜欢那种就是在大众场合或者是在很多人的那种情况下，给我一个明目张胆的那种偏爱。我觉得这点是会非常非常让我的心动，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已经心里比较坚定了，我想我会选他。当时我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我已经不在乎答案是什么了，只要是他说回答答案就行。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让我们一起出发吧。这个就是女生经常说的那种被偏爱的感觉，一下子到了爆棚。感觉浪漫永不谢幕，跟爱的人一起，不需要终点。《非诚勿扰》由港荣蒸蛋糕特约播出。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好，有请下一位男嘉宾。这么高！各位女同学好，各位老师好，我叫张浩田，来自同济大学，今年23岁，北京人。本嘉宾由爱荔枝推荐。刚才是复旦，这次是同济哦。你要有喜欢的哪个女生，不看那个大屏也行，你直接过去。有没有？还是看一下？还是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啊！你直接过去。小林，2号男生推荐谁？张浩田的自推女生是8号女生胡亚妮。21岁，性格活泼健谈，爽朗可爱，善解人意，感情中细腻敏锐，小鸟依人，在意深度的情感链接和积极反馈，是优势互补、浪漫亲密、个性互补的一对。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初体验。看一下男生的高光碎片。哦，键盘手，乐队男孩。对，因为我从小有学过钢琴，然后上学之后想认识一些朋友嘛，然后就和朋友一起组了乐队。然后这是我们乐队的第1次演出前的排练。哦，那你今天在台上能展示一下吗？可以弹一首钢琴。哦。
好听。你先坐一下，我觉得7号也应该会弹。大家好，我是7号女生王君怡，今年22岁，来自山东青岛，目前是齐鲁工业大学音乐表演键盘演奏方向大4学生。键盘研究方向，键盘演奏方向，你们可以合作一下吗？太好了。太美好了！哎，女生要不要单独弹一曲 solo？ 看谱都在脑子里。弹什么？我弹肖邦激流练习曲的一小部分。哇！他们俩刚坐下来，一人出一只爪子弹的时候，感觉才学会1个月，这一下感觉啊，从拉到夯。我想问一下那个男生，哎，你自己弹的时候和7号女生一起弹的时候，感觉有什么不同？感觉还是他弹得更好一点，就是他听起来非常专业，而且确实因为就是我自己小时候是练过钢琴的，所以能听出来他弹的这个东西有多么的不容易和多么的困难，而且他当时弹的时候是背谱弹的，我感觉难度也非常高。多大开始学的呀？我从4岁开始学钢琴、唱歌、舞蹈。哇，哎呀，好厉害！好的，我们来看片子。境界一体，虎爷冲击，根深蒂固。这是我的室友黄丽红。黄丽红身材很好，8块腹肌，大家记得选她，不选她难道选我吗？哦，这室友啊。哎，不是，我当时真不是这意思。好，这样，那我给你报名，看大家选不选你。哎，哼。哎，喂，导演，我室友想报名。哎，对，就是有8块腹肌那个，我觉得他肯定没问题。低调。我叫张浩田，同济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大4在读，目前已保研至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作为本专业2届当中唯一保研清华的人，大家对我的评价总会是学霸，但实际上逆袭才是我的标签。大1入学的时候我成绩垫底，大3时我年级第1，当时除了吃饭、睡觉、健身，其他时间我都在图书馆学习。对我而言，逆袭靠的就是死磕到底的自律。这份自律同样作用于我的身材管理，从高中时的200斤逆袭成为如今的8块腹肌。大3时我还报名了全国模特大赛，用了半个月的集训时间，取得了全国前10的成绩。这些经历让我明白，行动才是祛魅的最佳途径。有些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其实垫垫脚尖就能得到。所以，永远不要小看自己。生活中，我有着很多爱好：下国际象棋锻炼思维能力，参加过最强大脑，弹钢琴，中央音乐学院9级。大1时加入学校乐队，担任键盘手，
成为了学校中大小晚会的风云人物。我对生活的态度是从简单的小事中寻求快乐。我觉得与其纠结未来，不如专注眼下的每一步。比如我最近的目标就是在运动中突破自我，学会扣篮。导演，拍完了没有？快，坚持不住了。别急，还差最后一步。张浩田励志逆袭。张浩田多才多艺。张浩田8块腹肌，不选他，难道选我吗？我想起他那哥们儿了，当时选的是他，被李佳妮这摁头摩擦了，当时被他拒绝了。你今天要是把他牵回去，那不太好，不太好。孟老师，谁？我想爆灯。哦，爆灯。爆灯。哇。哎。我抢先一步啊！15号先爆了。什么逻辑？不是，我按的爆灯，它这里显示的红色，我不知道，我先。来，认15号爆灯的，来你说话。我觉得这个男同学非常多才多艺啊，而且我看 VCR， 我看到一串代码。然后，因为我自己是学信息管理、信息系统的，我平时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触就是这个代码了。然后我就是会对写代码的男生套上一层滤镜。我看片子里边，他参加过模特大赛，对，走秀，要不然也可以走一段这个。我们10号是学服表专业。要不要找10号跟你一块儿？要。来。不错，好，谢谢10号。你看他没白来，来了先跟7号弹钢琴，再跟10号左右，你还会什么？你说。20号。男嘉宾您好，因为刚刚看您展示也特别多，但是就是好像漏掉一个环节，就是腹肌环节，好像现在还没有展示出来。你撩起来。我想起来张穗也很喜欢腹肌，而且刚才错过爆灯，要不要给他个机会说2句啊？王澜老师，首先我啥时候说我喜欢腹肌？你对我的误解有点太大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男嘉宾，就是，你这么有音乐才华，对吧？你会介意你的未来的女朋友没有什么音乐细胞，唱歌也有一点跑调吗？我不会介意啊，因为我唱歌，比如说我弹琴比较好听，是为了给我未来的女朋友弹的，又不是说我需要她在我弹的时候唱歌，或者她帮助我弹琴之类的。2号。男生你好，你一出场我就特别喜欢你，然后刚刚在 VCR 的时候，我想跟你晚一点爆灯，但是还没来得及就被抢先了。谢谢。然后我觉得我和你有点相似的经历，我觉得你是非常那种行动派的，行动力很强的男生。然后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我成绩也不好，也是倒数第几名。但是到大学之后，我就是每年都是第1名的成绩保研的，所以我特别喜欢你，谢谢。谢谢你的喜欢。18号。男嘉宾你好，
我是北理工珠海校区的，珠海到深圳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然后我觉得我有和你类似的经历，就是我也是保研，然后其实一开始我的成绩不在保研圈内，然后也是很努力才到了那个保研圈内。然后我很想问你，就是什么契机让你从就是一个倒数的成绩，然后想要努力到保研的圈内，然后你是怎么做的？首先是我大一其实学习挺差的，因为我大一的时候刚进学校的时候是一个200斤的胖子，然后我那个时候花了1整年的时间，然后用来减肥，最后是减肥减了50斤到大概140这个样子。哇！减肥成功之后，其实给了我很大的动力，就是我认为我从200斤都可以变成有腹肌这样子，那什么东西可以难住我呢？所以说我从大2学年开始努力学习，就把我的非常差的一个绩点从很低的一个位置，然后拉了上去。好，看下一家片子。站在毕业的分岔路口，回忆起我的大学爱情，温暖而遗憾。大2时，我们有一次文艺汇演，那天我的目光被一个跳舞的女孩所吸引，于是我去加了跳舞领队的微信，想从侧面打探一下这位女生。Hello， 请问你是舞蹈队的负责人吗？是呀，怎么了？想冒昧的问一下，第1排中间的那个女生是谁呀？我可以要一下她的联系方式吗？正是在下。就这样，我的一见钟情暴露在她的面前，我们也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她说自己喜欢聪明、学习好的男生，于是图书馆成为了我们最常去的约会地。现在回想，如果没有她，或许也不会有逆袭成功的我。可慢慢的，矛盾开始浮现。他性格内向，觉得和朋友的聚会属于无效社交。我们每次和其他朋友待在一起时，他都会不开心。我各种安慰，他却表现得风轻云淡。可我没想到，他只是把委屈都藏在心里，嘴上说着没事儿没事儿，心里的芥蒂从来没有消失。那些不开心一点点累积，越积越厚。他介意我的社交，但我不想放弃自己的生活。那些被我以为翻篇的小事，早已成了无法调节的隔阂。于是，我们选择了和平分手。未来，我希望遇到一位善良可爱的女生，我们既能保持独有的人格与追求，又能互相陪伴，彼此懂得。12号。我刚刚有注意到男生的 VCR 里说，你们当时分开的原因是因为你偏向于跟朋友去社交，但是他可能想要你更多的陪他。那如果现在让你选择一种新的相处模式，就是比如说你和女生分别去找你们各自的朋友社交，然后先各玩各的，然后再有时间的时候再在一起，你会喜欢这样的相处模式吗？可能这个应该是更适合我的一种生活模式吧。就是也不能说是我们先找自己的朋友去社交，就是其实我喜欢的生活模式是，比如说周一到周五，然后我们在学校里一起学习，然后互相有一些陪伴，然后6日等到时间比较宽松的时候，然后可能我会去跟我的朋友一块儿去健健身或者打打球，然后陪我的兄弟们去玩一会儿。那你会如何平衡这个时间呢？就是现在我肯定会比之前花更多的时间陪伴我的未来的女朋友。然后第二点是我想的，比如说我可以和我的一些兄弟打完球，然后马上要去上课，那这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就可以去找我的女朋友，去聊聊天啊，或者说一块儿散散步什么的。其实这样把零碎的时间拼起来，我认为是可能能陪她更久的一种想法。16号。你好，男同学，我看你的 VCR 里你说你对你的前女友是一见钟情，就是我想问你是更偏向于一见钟情，还是说日久生情的多一点呢？
我应该更偏向于一见钟情。20号。男嘉宾你好，看到你 VCR 里说，就是你的前女友分手主要原因是因为她总是把委屈自己藏在心里，就是口上说着没事没事。那你现在有了解到更多女生的这种口是心非吗？比如说，宝宝我要睡了，然后那个女生回复，哦好的，你觉得这是就是她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呢？我认为他如果只是回复了“哦，好的”这3个字的话，他应该内心是有些不开心的。其实现在慢慢的就是我从他表面上的文字，更多的会去看他内心的一些情感，就是他发这些东西之后，内心的一些情绪是什么样子的，会更多的影响我的一个判断。好的，谢谢。最后一个问题，14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刚才看你的前女友说，她不太喜欢跟你的朋友待在一起玩，只喜欢单独和你相处。那我想知道，就是在你心里，你希望的你和你女朋友单独相处的时间和你们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这个分配是怎么样的呢？首先，其实我最希望的是我的未来的女朋友可以和我的朋友们关系比较融洽。如果说这样是不可以的话，就是我会尽最大的可能去陪我的女朋友，然后看她的一个时间跟我怎么样能分配的比较合适。现在留13盏，上去灭掉10盏灯回来。10盏，哇哦！张穗，哇哦！6号、8号中间得选一个。对。哦，张穗啊，张穗。有请8号、15号。有请10号。我们来看一下女嘉宾的资料。傅亚宁，野生体验派，隐藏的大厨，情绪稳定剂。选择第1个。你好呀，我是傅亚宁。城市中有很多种热闹，但我更喜欢另一种玩法。避开酒局和舞池，我更愿意换上一双舒服的鞋，把自己还给街道，还给风。比起去挤那些名胜古迹，排队拍张标准的打卡照，我更享受在城市的角落里浪费时间。遇到岔路就随便拐弯，肚子饿了也懒得去搜什么必吃榜，吃饱喝足，继续走在街头，关掉导航，把所谓的目的地彻底抛在脑后。稍微偏离一下既定的轨道，你会发现迷路往往才是惊喜的开始。那种不确定性，那些不在计划内的相遇，比任何一份按部就班的攻略都让人着迷。王诗怡，翻开第51页，行走的能量补给包，细节收藏家。还是第1个。Hello， 大家好，我是广东海洋大学服装表演专业大3的王诗怡。很多人对服表女生的印象可能是高冷，气场2.8米，走在 T 台上生人勿近。但我的真实日常其实是，这是锅巴，一只3岁的雪纳瑞公公。是的，我在学校旁租了个小房子，带着我的陪读狗，所以我的生活里没有那么多镁光灯，更多的是早识抢车、遛狗、拍不完的作业。专业教会我的是在 T 台上用30秒走出自信和气场，而我的小狗教会我的是在生活里用每一天学会温柔、耐心和偶尔的妥协。这是51，但
故事才到前言。涂亚妮，我的理想型约法3章，这就是我。第2个，希望恋爱后也都能保持整洁干净的生活习惯，可以有正常的异性同学交往，但不能搞暧昧，不能有不合适的亲密，相处中彼此都能为对方提供情绪价值，彼此共情，但不接受任何情感绑架。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如果现在有一个周末，在把学业都处理完的前提下，你会去做什么？我觉得我会花1天时间休息，因为我其实是个低能量的人。然后剩下那1天呢，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现在可能说不出来，但是如果真的让我选择的话，我觉得一定会有答案的。谢谢。我可能会睡到自然醒，因为我觉得睡个好觉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然后睡到自然醒之后，去吃一顿我很喜欢的美食，然后再带着我的小狗出去玩一玩，吹吹晚风，然后回家。我也是像王诗怡一样，首先一睡到大中午，然后睡到自然醒，然后去吃一顿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顺便问一问我的小姐妹有没有愿意出去跟我逛街的，然后晚上我们在学校里或者在外面吹着晚风，享受我这一天闲暇的时光。我们再给傅亚妮一点时间，爆灯的女生。就是现在我要进行一个爆灯女嘉宾的真诚的表白啊，就是亲爱的男同学呢，就是我认真看了你的资料，觉得你真的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同学。然后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习惯也非常的匹配，你有很多你要做的事情，我也有很多我要做的事情，而且我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就是我觉得那种恋爱中自由自在的交往以及随心所欲的发展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恋爱体验中最能给我们带来惊喜的。就像我说的，我是一个野生体验派。谢谢。我们来看他的模特搭档有没有留灯。哦 ，what？ 要做最后的决定了。如果坚持选心动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回去找你的兄弟去，跟他说我也没有牵手。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坚持选心动，坚持选心动。 2位女生请回。哇！最后争取一下吧。我觉得你是那种非常可爱的女孩子，然后这种女生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类型。然后我的恋爱观念是那种只一见为一人，就是一见钟情那种。我相信我选择的就一定不会后悔，就是我会一直坚定我最初的那个选择。然后我感觉我努力做得很强很强很强，就是因为我希望，我可以成长为一棵大树，然后可以把 这个女孩子守护在我的树下，然后我们也有共同的爱好，比如说你会去走模特，然后我也浅尝试过，我们也会有一定的共同语言，我也非常希望可以在未来可以陪伴着你，守护着你，也很想对你好啊，希望你可以考虑一下我，谢谢。 好的，首先很谢谢你刚刚跟我说的话。我刚刚看了你的 VCR， 然后看到你的前女友，她是一个很聪明、很努力、很上进的女生，所以她可以带领你往上走。但是同时，你也是一个特别优秀、特别上进、特别努力的一个男生。但是因为我跟你前女友，我觉得会有点过于的相似，因为我只是外表看起来比较活泼大方，但是
我是一个很习惯于把负面情绪都自己消化的人，就可能我只有1%不开心的时候我会给你说，但如果有20%、30%、40%的时候，我就会选择自己默默消化，所以我可能会很害怕说会不会像你和你前女友那样。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分手，同时我并不是一个一见钟情的人，所以我会很担心说，您所谓的这种一见钟情会不会因为在日后我们的磨合当中逐渐消磨掉？不会的，因为我非常坚定的我的第一选择就是我相信我选择的人是一定不会错的，然后我也会和这个人一直走很久很久。并且经历过前一段，我觉得我现在对女生的情绪也会有更好的体察，然后也希望你可以相信我，可以把事情处理得很好，好吗？好吗？女生，听从你内心的声音。因为你确实真的很优秀，而且你很真诚，我特别喜欢真诚的人。但是你刚刚说想成为一棵大树，可以让我依靠你。但是我觉得，从我本人出发的话，我不希望有人能够让我依赖他，我希望他可以让我变成和他一样强大的人。我们可以一块儿出去面对这些风雨什么的。所以我认为两个人真正。可能在我看来，良好的一段关系应该是2个人1+1大于2，而不是说我依附于你这样子。好的，很遗憾。Bravo。我是希望我能长成一棵大树，然后足够大到能给予我这个喜欢的女孩一定的保护。但是他希望我们2个是携手共进、强强联合、1+1大于2的一个状态。我也非常尊重他的想法。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可能驱使我自己变强，驱使我自己减肥、健身，然后以及学习的很大的一个动力，就是我希望可以给予我的喜欢的女孩子一种保护。这种保护不一定是实时的控制，或者说是一种强迫，更希望的是她在往上走的时候，如果有行不通的地方，可以来找我，然后我可以帮她打通这1处2处的障碍。我希望的是这样子。我叫张浩田，平常喜欢健身、打篮球、弹钢琴。MBTI 呢是 ENFP 快乐小狗。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清纯可爱的女生，如果对我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找我哦。我最后那段还挺有感慨。其实男生说的已经很不错了，他很优秀。他刚才那段话，我愿意是一棵大树，我呵护你。一定有很多女生非常喜欢这样的男生和这样的表达。很多女生都希望我有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好多女人说，我这一辈子都希望有这样一个男人，多好啊！但是我觉得王诗怡回答的更好。这就是致橡树那首诗要表达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是一道共同成长，而是我要接受一个庇护呢？这是现在独立女性最应该有的那种姿态。有请下一位男嘉宾。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硕，今年25岁，来自深圳大学。本嘉宾由爱理智推荐。来，我们选心动女生吧。来，直接过去吧。
小林，3号男生推荐谁？王朔的直推女生是1号女生李佳妮。哇，好巧哦！好厉害！李佳妮，21岁，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大3在读。女生性格乐观积极，松弛淡然，不喜冲突，感情中在意精神层次的深度连接，渴望彼此依赖，一起探索生活。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初体验。厦门到深圳也不远。我们来看男生的盲盒能开出什么来。我因为兴趣做了一个1000人社群。哎呦，哎，这是个什么社群呢？是一个剧本杀的社群，因为我平时喜欢玩剧本杀，然后呢就和朋友一起搭建了一个这种社群，然后从一开始的10几个人，然后做到了现在1000多个人。哎呀，这是我挡狼人杀的图片啊。然后大联赛啊。对，然后代表我们学校出战，然后拿了 MVP。这种成就感我没有体验过，管3个群，1000多人听我管，这种感觉跟干3个车间、3个公司差不多，我感觉。在你们线下有在一起玩过吗？那1000多人？当然，就是我们每次都是线下玩的，而且女生多吗？女生就是一半一半的。哦，那这个比例可以了。那你们这个里边应该就是玩这个就很容易脱单呢？对呀。因为我可能更多的做的是管理的工作，我的职责是帮助别人脱单，把自己耽误了。有特别喜欢这个狼人杀的吗？20号。男嘉宾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所知道深圳有很多这种狼人杀的社群，然后您的社群有1000多个人，我想知道您的社群是有什么特殊的环节或者比较大的优势，能吸引到这么多人参加吗？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主持人啊，然后我们的玩家都是学生。因为剧本杀这个东西啊，它在深圳的话，外面要100-200，然后我们学校呢有一些活动室啊，我们可以自己用，然后环境还挺优美的，然后在那里玩，然后可能只要20-30块钱、30-40块钱，然后慢慢就这样传开了。我想知道你在深大丽湖有组织过吗？因为我有参加过一场狼人杀，是在深大丽湖校区参加的。有啊。就是你啊？是你组织的吗？不是我组织的，但是我有去玩过。反正他已经显然有可能成为你的潜在会员了。会员。有这种本事的人，他能拢着1000多个人。你想想看，如果他转战别的什么领域的话，他这1000多个人就很有可能就平移到那儿去了。好，我们来看片子。您的专属人工智能已开启。主人，你好。请生成我的个人资料。好的，没问题。王朔，25岁，本科学习计算机。出于对 AI 领域的热爱，他选择继续深造。目前在深圳大学攻读人工智能方向的研究生，希望用专业知识让这项技术更好地服务人类。很好，生成我的人物画像。人物画像判定，传统理工男。别着急下定义，生成我的人生关键词。好的，已生成，请点击。阳光，是王朔的性格底色。没错，我是喜欢探索的体验派。大学时组建过1000人社群，也拿下过王者荣耀省内8强战绩。健身、魔术、舞台剧，只要想尝试，我就立刻行动。我曾经体验过不同的职业，比如产品经理、教培老师、保安、流水线工人。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当保安的那段时间，凌晨一个人在岗位上值班，四周静悄悄的，这种孤独感让我体会到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还是挺珍贵的。系统检测到你的第2个关键词，请点击。人生是溪流，起起落落都是常态。曾经的我为考研拼搏整整2年，全部的时间精力都用在学习上，雷打不动的早出晚归跑图书馆，甚至1个月都没有出门。但考研还是失败了，那段时间我很消沉，觉得天都塌了。后来我去了趟南京，坐在玄武湖的游船上，4月的春风吹散了我的情绪。
调整心态之后，我决定再努力一次，最终成功上岸。系统给出最后一个关键词：随性。随性，随性就是我忽然什么都不想说了。啊？会不会太随性了一点？你懂什么？这叫拒绝强迫营业。关机。那好吧，你说的算。你有什么才艺吗？你看前面那哥们儿才艺那么多。那必须有啊，我是一个半职业魔术师。哎呦。然后呢，我需要2位幸运女嘉宾来协助我完成这场魔术。哎。你来选，你来选。你选还是我选？我觉得我选比较好，因为他选得罪人，你知道吧？1号、9号。9号。好，诸位有听说过催眠吗？啊，对，催眠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啊。人们往往以为啊，催眠就是我拿一个钟表，然后这样，哎呀，在你面前晃了一下，然后数3、2、1，打个响指，你就睡过去了。然后呢，我就问什么你就回答什么。其实不是的，这是电影情节的刻意描述啊，艺术处理罢了。真正的催眠呢，它其实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啊，让你的感官产生一些失调，甚至产生一些变化。在短时间内，甚至可以达到一种像灵魂交换的一种效果。好，在游戏正式开始之前啊，我想请2位发个誓，因为这个魔术太过于神奇了。来，然后跟我一起说啊，我发誓。我发誓。我绝不是托。我绝不是托。如果我是托。如果我是托。我期末挂2科。我期末挂2科。这么狠吗？好。好，请你们现在放松。好，请你闭上眼睛。好，你睁着眼睛，然后2个人放松，然后双手自然下垂，感受身体的每个部分，从发丝到面部。放松，放松，你也要放松，再放松。然后呢，如果有人啊感觉到自己被触碰了，请举起你的左手。用手指出被触碰的地方。好，把手放下来。刚才是一个短暂的实验啊，因为它只聚焦于面部。接下来呢，我要进一步扩大到整个身体，需要整个身体完全的放松，感受四肢，感受四肢的每个地方，感受每个毛孔，每个细节。然后，如果有人啊感觉到被触碰了，请举起你的手。请用另一只手举起被触碰的地方。如果感受到被触碰了，请用手比出一个数字，证明你被触碰了几次。把这个2比出来，让后面的观众也看见。好，把手放下吧。好，把手放下。好，3、2、1，可以睁眼了。好，谢谢2位的配合，掌声送给他们。我看不到这个女孩，所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说他那个魔术在于那个1号被触碰了，对，然后应该是没有触碰到另外一个，但是完全没有碰到9号的情况下。对，但是9号却举了9号在完全闭眼的情况下，嗯，知道自己哪里被触碰以及被触碰的次数。导演跟我说这个魔术很厉害，这么神奇哎，你要不要试试孟老师？孟老师来一下。他说发丝发梢，我知道了，他不会找我。9号，你发表一下获奖感言，怎么回事？就是我真的感觉有东西在碰我的，首先是刮了一下我的鼻尖，然后第2次是我这个手碰了2下。然后你举起了2，但是他没碰是吧？但是他在碰1号。这是我看过在这个台上表演魔术应该是最高级的几个了。学了多长时间这个
魔术的话是我从大学开始学的，但是我从小就很喜欢。然后因为它能给人带来快乐，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学会魔术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在电视机上学的。然后学完之后立马兴奋的变给我邻居看，然后每个人都要变一遍，然后看他们啊怎么做到的，我就很开心。我看那个11号跟隔壁邻居在聊什么那么开心，我们分享一下。他说他会变魔术，比如说你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哈，等一下再来一次。比如说这里这样，是不是？懂了，他们在玩抽象。这种魔术经常在相声剧场看到。刚才24号举手的。男嘉宾你好，我看到您在 VCR 中打王者荣耀，就是还获得了比赛的奖项，想问一下能不能带我？哟，必须可以。你是什么水平？你可以跟男生分享一下。我现在好像是星耀。啊，可以的。那也可以了吧？星耀可以了。厉害。星耀什么水平？星耀就是最高的段位叫最强王者，然后星耀就是次一级的。哎，你最高到什么水平？就是王者100星差不多。王者100星？对对对。100颗星？对对对。一共多少颗星？就是赢1局加1颗星，然后赢100局加100颗星，然后没有输过中间。哦。会不会打到最后那个系统打出一行字：爷你别来了？1号。我不会打游戏，然后呢，我可能就是也不太喜欢男生打游戏。如果这样的话，你会怎么做呢？我想询问一下，不喜欢男生打游戏的原因是什么？陪伴。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解决的事儿，因为打游戏它是我的娱乐活动之一。如果我谈恋爱的话，一定是会给足对方足够的陪伴，然后我再去干我自己感兴趣的事儿。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平衡的事情。22号。我刚刚看到男同学说有尝试很多的职业，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尝试这些职业的原因是什么？特别是那个保安和流水线工人。是这样的，我去当保安那段时间呢，是我高3刚毕业，我想体验一下，就是一个成人该如何养活自己。但我当时只是一个高中生，我能找到的职业都是非常体力活的工作。然后我一开始去干的是流水线工人和服务员，真的太累了。我作为一个就是每天学习的人，我根本受不了那个苦。然后我干一段时间，我就干不下去了。然后我就开始去思考我以后要做什么。然后我多了很多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我知道我以后要做一些有价值、有产出的事情。然后我就后来就去读研啊，然后去进一些大厂做一些我自己喜欢做的工作。18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自己的研究方向是人工智能的相关的法规，所以我其实很好奇你们专业对于人工智能的看法，就是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是不是会更加累人？然后您觉得就是在法规方面你会有什么担忧吗？我觉得现在主要法规方面的话，可能是伦理道德的问题。像现在最顶尖的一些头部公司，它会聘用一些哲学的博士，然后来担任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工作，是因为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它会越来越聪明，它难以避免的出现一些伦理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主要的挑战。然后呢，怎么看待它发展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顺其自然，因为它的发展是我们是不可控的，我们只能去迎接它，去使用它，它会变成我们的工具，我们的好伙伴。哎，要不你评价一下我们那个小林，你觉得怎么样？我评价他吗？他骂我，他在这儿。没事，他脑子没有那么快。我觉得他这个人工智能啊，这个数字人做的是挺好的。因为我课题也是数字人，然后他这个初步具备了数字人所有的基础啊，包括他的外形啊、他的口型啊、他的一个智能的分析，他都是有的。说的不错，理工男给的情绪价值。小林很受用，现场的女同学们一定不要错过啊！好，看下一条。我的初恋是一段长达2年的校园恋爱。我们相识于学校的跳蚤市场。你这个东西怎么用啊？我主动买下了他的东西。顺理成章地加上了联系方式。日常的相处中，我们的感情逐渐升温。那一天，我用一个手搓版的送花魔术向他表白，我们正式在一起了。相处中的我们始终保持着仪式感，我会给他写信，他会在我生日那天准备特别的惊喜。
这样的恋爱浓度让我们都很开心。毕业后，我留校考研，他去了别的城市工作。曾经朝夕相处的我们，联络开始变少了，感情也就变淡了。我们无法回到当时的恋爱浓度。几番争吵后，他提出了分手。读研期间，我在学生会结识了一个女生，我们两个很聊得来，相处得轻松又舒服。后来，在一次朋友聚会中，她闺蜜说的一句话让我不太开心。她和你前男友是一个类型哎，不像哎，怎么会像呢？但是她当时没有任何的表现。事后我和她沟通，她却认为我小题大做，太过于敏感。我不喜欢这种被对方忽略的感觉，积攒了失望，这段感情也就走到了终点。现在的我不再执着于热烈的新鲜感，只想奔赴一段相处自在、同频共振的感情。希望未来的他内心阳光透明，共同经营属于我们的未来。15号。男嘉宾你好，刚才看见你的 VCR 说您和您的前女友分手是因为距离的问题，那我想知道你对于这个距离的接受程度是多少？因为我后面大概率要进行一个出国深造，所以我想问一下你的观点。首先虽然当时觉得是距离问题，但它实际上不是距离问题，它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当时是觉得，我们距离很远，然后我每天要考研，他要上班，我们没有任何时间交流，然后感情变淡了，没有什么经验，我就觉得恋爱变淡了，然后我们就不要在一起了。但实际上不是的，因为变淡它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累的时候，它可能是有高山有低谷嘛，然后这样一个峰值，它可能恰好处在这里。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只需要去相信对方还是爱自己的，去多陪伴对方，然后他还是会度过这个关卡，并且他会上升到更高的维度。所以我觉得距离其实不是问题。10号。男生你好，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在恋爱当中属于你自己的比较喜欢的一个独特的习惯？我可能喜欢聊天吧，我真的很喜欢和伴侣聊天，就是因为我自己内心会有很多想法，然后呢，我这些想法他是和朋友聊，当然也可以，但是因为我的伴侣肯定是更懂我的人，所以我当时考研的一个放松方式就是每天和当时的对象聊天，所以这算是比较特别的吧。23号。刚刚男生提到第一段感情是沟通问题，然后刚刚我看 VCR 第二段感情似乎也可以总结为沟通的问题。女生觉得你小题大做，那我想问问男生，就是在恋爱中，你认为你的沟通能力有什么做得比较好的或者不足的地方吗？沟通能力比较好的地方的话，是我可以就是把一件事情我当时为什么不开心，然后他当时就是你当时一个什么样的反应，然后让我有这个情绪，我能把这个脉络说得很清楚，我能给你表达清楚。可能不足的话，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帮助你怎么样和我沟通，就是因为沟通它是有技巧的。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告诉你要怎么哄我，可能也能告诉你，因为我之前有尝试过，但是不是特别成功，所以才分手了。2号。男生您好，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说你是一个比较爱和女生聊天的，就是你是一个比较粘人的人吗？会每天给女生发很多消息吗？不会，但是我会告诉她我在做什么。说我当时干了什么？我今天来拍《非诚勿扰》，很开心，我这样说给他听。他会跟他女朋友说：“今天我来《非诚勿扰》，我很开心。”对不起，你在干什么？举个例子，来个例子，汗如雨下，你看的。最后一个问题，16号。你好，老乡，就是我看到你是一个就是很注重学业的人，因为你毕竟考研失败一次，然后又有一次重新的勇气，所以我想问你，就是说爱情和学业这方面，你会如何占比在你的生活当中？首先它是没有一个具体的占比的，因为每个人相处的方式不一样嘛，有可能你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然后我不是一个。然后我是一个喜欢相处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然后，我其实没有那么强的事业心啊。然后，
哎呀，这灭的我都不知道说啥了。然后哎，反正就是因人而异，我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具体的。好，回答完了。现在留灯的是6号、20号，有请6号、20号。有请1号。看一下心跳情况。就这么跳吧啊！来看3个女生的资料。焦婉迪，情绪能量场，我喜欢的猫狗旅居梦。我喜欢的吧。喜欢的男生类型是 INFJ， 最好是外冷内热、戴眼镜的男生。哎，你是什么玩意儿？那个不，那个你那个就是什么玩意儿 ？MBTI 是 ENFP。快乐小狗。啊，2个一样，中间一样，2头不一样啊！好。李佳妮，搭讪大师通通不要，我的自由畅想。我的自由畅想。嗨，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大3学生。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我们一边怀揣着梦想，一边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我非常热爱我的专业，因此我从未停下实践的脚步。课余时间，我会兼职平面模特，并且主动参与各类行业相关活动。另外呢，于我而言，我喜欢小动物。所以陪伴小狗对于我来说是人生非常幸福的时刻。另外，我也会在闲暇时唱歌放空，和好朋友们一起去品味美食，偶尔的出行，这便是我生活里最美好的温柔慰藉。好吧，这是我的另一面，抽象的我，不被单一的标签定义，但是最有活人感、独一无二的我。张穗，和谐一家，谁来都得说我可爱。备忘录，谁来都得说我可爱。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穗，性格活泼开朗，温柔可爱。读研期间，我积极参加学术会议，不断提升自己。课余生活也经常参与志愿活动。也积极参加啦啦操、舞蹈比赛、校运会。我特别喜欢旅游，去不同城市感受不一样的风景。同时，我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喜欢发现日常的小美好，体验不同的兴趣爱好。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我想问，如果说一件你觉得有成就感或者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儿，你会说哪一件呢？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就是我为什么会站在这里，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巧。我现在坚信我参加那场狼人杀活动就是你组织的，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很有缘分，然后你是一个特别有趣，然后特别热爱生活、特别搞笑的人，就感觉有点神叨叨的，但是又很有趣，然后就挺想跟你交一下朋友的。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应该是上过厦门京剧节的舞台，和获得了福建省大学生戏剧节表演1等奖。对。我觉得比较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我在学习生活之余呢，还参加了很多志愿活动啊，还有课外活动，还有学术会议。我觉得，我能够在这期间呢，收获各种各样的体验，交了各种各样的朋友，生活很充实，对吧？对对对。志愿活动还是很有爱心的。我们来看1号有没有留灯。
哎哦，来，要做最后的决定了。坚持选心动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我决定是我会珍惜我的人。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由港荣蒸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因为他整个的表达都很热情、很大方，而且他跟我有一定的缘分，然后我觉得，跟他是合得来的，是同频的人。因为我觉得男生他的兴趣爱好跟我有很多相似，就比如说健身啊，然后旅行之类的，然后他也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我觉得我们2个应该会很能玩到一起去。老家是哪的呀？我老家是河南的。哦，很巧，我是徐州的，我们离得很近的。徐州吗？对啊。我之前还去徐州旅游过。哦。我吃过那个白醋粘串，好吃。好吃的。很好吃。我觉得我们可以约一个离我们2个人都近的地方，然后我们可以在那里碰面，然后去体验一下那个城市的生活风土人情。可以，比如说哪个地方？你想？我们回去用地图研究一下吧。可以，好。好。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哎，你别说，他们俩还真的有点缘，连下去穿的衣服都很，纯黑。共同爱好蛮重要的。他用的那个词儿很神叨叨的，对，但是又很可爱，男孩一下就笑了，有点神叨叨的，被懂得了。一个男生最大的高光时刻，他就是组织千人社团，然后玩狼人杀、王者荣耀又打到最厉害。如果这个时候一个女朋友说我不喜欢你打游戏，那基本上真是否定了他的大部分的人生。对，所以我想，刚刚1号说的还是8号说的，都是不爱打游戏的人，就是也不要勉强自己。对，你们对待自己的感受真实，也是勇敢的事。希望他跟20号玩狼人杀玩得开心，跟24号玩王者荣耀玩得开心。希望他感谢港荣蒸蛋糕特约播出，感谢非诚勿扰好事发生关银鹭花生牛奶指定播出，幸福生活志享未来。下载爱荔枝客户端追更非诚勿扰，还有海量节目内容和丰富互动玩法等你探索。想要征婚相亲交友，或者想到现场参与节目录制的观众，都可以通过下载爱荔枝 APP 搜索非诚勿扰报名，也可以通过父母牵线小程序，或者发送邮件到非诚勿扰官方邮箱 fcwr@gstv.com 报名参加节目，还可以拨打江苏卫视幸福热线025960088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看节目。欢迎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新浪新闻、一点资讯、Zaker 360娱乐了解更多资讯。上微博搜索非诚勿扰参与讨论，分享你的恋爱宝典。上 WiFi 万能钥匙，免费流量用不停，陪您看非诚勿扰，连接你我。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